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6大面向看懂史上最严打炒房政策，房市的高点真的到了吗？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游小燕，欢迎小燕。总编辑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最近房市的议题非常的热，那其实台湾人很喜欢买房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最近央行的动作很多。9月19号这一天呢，央行拍板了台湾的第7波打炒房策略50年来，财讯持续为读者带来专业的报道，帮投资人追踪产业动态，掌握投资脉动。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不如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吧。成为会员不只能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能得到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现在就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支持我们，陪伴大家迎接下一个50年。特别要强调，政府政策上是要打炒房，希望可以让房价不要过度的膨胀跟过高。那修正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啊？这次修正的内容主要是有名下有房的第一户修正为没有宽限期，再来是第二户的贷款最高原本是6成，当时候只有限定区域，就是6都再加新竹县市，现在变成全国都归户，然后变成最高5成。那再来就是第3户以上跟购置高价住宅跟公司法人购置住宅呢，跟建商的余屋贷款成数最高的4成，现在变成最高3成。此外呢，就是还有调升这个存款的准备率，收紧银行的2400亿的这个资金的活水。那其实大家这是比较会惊讶，就是在名下有屋的这个第一户，这个特别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可能已经有1户房子，然后我已经缴清贷款，我在买第2间房子的时候呢，我开始要贷款。这个在过去的定义是叫做首购，因为我之前的房子已经没有银行贷款了嘛。那现在呢，就变成说央行等于重新定义了这个首购的定义，是说你名下也不能有房子，然后并且第1户贷款才叫做真正的首购族。所以这一次出来之后，我们整个房地产相关的群组啊、建商啊，还有整个同业嘛，看到哇，就大家都炸锅了，真的是史上最重，也觉得出手也蛮狠的。对，我觉得大概分成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它重新定义了首购族的定义嘛，对，这跟过去认知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宽限期也缩紧蛮多的，然后范围也放大了所以它等于这次新一波的打炒房的政策，基本上影响是比较全面性的。它是9月19号公布，9月20号就正式生效。对，相信大家如果有买房子的，一定都非常焦虑跟关切政府的动作。对，所以到底哪些族群是受影响最大的？是这次我们有大概归纳出3大族群，其实受影响很大。第一就是换屋族，就是这一次我们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苗栗的夫妇，他们就是准备要换屋，他们是小孩长大了要2房变3房。那因为他们是在苗栗头份买房子，第7波打炒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其实可以跟银行贷款，就是 7.5 成到8成，他们已经缴完签约金，就是都已经把它放进旅保户头里面。当天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他们立刻从 7.5 成跟8成变成只能贷款5成，而且是最高5成，就立刻短少了400万元的现金。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几乎是睡不着觉，想说要去哪里筹钱，要跟爸妈借钱吗？还是要跟什么亲友借钱？换屋族是属于第2户嘛，所以原本是6都跟新竹是最高贷款是6成，现在变成全台湾只要是第2户最高都只能贷5成，所以苗栗是原本没有在限制范围内的，它现在1天之内就被限制到了，晴天霹雳，可以想象。我觉得这很可怕，因为房价也不算便宜啦，有时候差1层差2层差蛮多的啊。对于小家庭而言，其实瞬间要去哪里筹这个400万元，房仲就说他们现在只能尽力的去跟这个卖方来协商，第一线的房仲都忙翻了，都在处理这件事情。不过后来央行其实是有提出说明啦，就是如果你是换屋族，你可以在1年内你把旧房子卖掉的话，你还是可以享受原本的贷款额度。对，是有这个豁免条款，但重点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面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现在坦白说银行的放款的余额就不足了，那这样子他们应该会优先放贷给就是新青安户，不用再去这个1年之后再去调查这个换屋族到底有没有把你房子卖掉，因为这件事情就增加他们一些手续，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大家的反应才会这么大。所以其实央行也有准备要做一点点的修正跟应对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下去。那所以除了换屋族被打到之外，还有哪些族群会被打到？还有这个继承族跟类首购的。继承族的概念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个房子我是被迫继承，可能是阿公阿嬷或者是爸妈的房子，然后是在我名下，但是这个房子我可能只是
部分持分，名下也就这么一户，那他再去买房子，贷款就会被限缩了。那还有一个叫做类首购，大部分可能就是以北漂族居多，就是他们的南部老家，那可能也是这种被迫继承的概念来的这种老家，他们不能申请新青安，因为他们名下已经有房子，现在又不能申请首购，然后他们想在北部买房成家立业，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困难。看起来央行对于买房子这件事情的资金是紧缩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更多的现金，对，我觉得恐怕就会增加难度哈。没错，央行到底连续7波的打炒房的政策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第一个就是健全房市的长线发展，因为现在这一波就是从去年下半年这个新青安开始推出以来，然后到今年上半年，大家有一种已经产生一种很疯魔的一种心态，我好像现在没有买到房，之后房价只会越来越高。那确实当时候的感受也是这样子，甚至是怎么抽签排队买房啊，因为交易量很旺嘛，然后也反映到整个这个房价的成长。从预售屋的这个市场，我们来看这个国泰的房价指数，从2019年的第一季开始到这个2024年的第一季，房价的涨幅就有这个74%。那我们再看这个信义房价指数，信义房价指数它代表的是这个成屋市场，它同样的年度换算下来涨幅也有56%，所以等于说在短短几年内台湾的房价就涨了超过50%，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匪夷所思，会觉得说也是民怨的一些关键所在。没错啦，我觉得这几年来因为台湾经济表现持续成长，股市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很多人把赚到的钱放到房市里面去，这件事情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只是说经济持续成长跟房市成长的过程中好像也有点不成比例了。大家都预期房价会持续涨，台湾的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危险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股市或任何的投资商品都不可能只涨不跌嘛，很多很奇怪的买房的动作其实在今年都发生了，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说央行在这个市场过热跟乱象出现的时候开始来出手紧缩。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吗？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央行希望可以健全金融机构的放贷结构，避免集中于不动产上面。央行最近统计说，到2024年8月底，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已经比2018年底的时候成长 59.6%， 就是说有快60%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跑到不动产的贷款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数字是不动产的贷款余额占总放款的比率达 37.5%， 这个数字呢就逼近了2009年10月的历史高点 37.9%，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那央行就是在他会后的这个新闻稿后面一些资料还有补充说明到，就说2009年那时候是次贷风暴的隔年嘛，就当时候就是百业待兴，就是大家都已经各行各业都没有在投资做一些计划，所以才会显得说不动产的这个数字特别的高，这件事情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现在各地都需要办公室，也台商都回来投资了，在这个情况下产业都贷款这么多，但是不动产的贷款居然还可以到达 37.5%，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当时候央行他也在这个他的报告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大家对于房价就是说只涨不跌这种神话，其实很像1990年代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因为当时候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他们也大力的放贷给这个不动产的相关业者，所有日本人也都觉得日本的土地只会涨不会跌。当时候日本央行并没有立刻发现到这件事情，造成说未来的这个风暴的后遗症其实还蛮多的，直到现在可能都还在解决这件事情。没错，所以这个要提前出手来处理，避免后患无穷啦。前车之鉴就是日本经验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当你的银行资金过度放贷给不动产的时候，基本上会排挤到其他行业，稍微压抑一下房市的放贷，希望资金可以留下一个比较正向，就像最近大家讨论的资产管理中心一样，今天如果资金可以把它导向资产管理中心里面去的大基建的工程，它可以帮台湾做一些基础工程的建设跟升级甚至更新，那我觉得这东西的资金的流向会比较健康了。所以从洋金融到澎金融，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讨论，要如何把资金导向真正需要的地方，这件事情也是个关键，也是为什么央行要出手的原因。那我回来讲就是房市的情况，央行出了重手，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啦，那市场反应是怎么样？距9月19号其实大概都1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这个现在市场状况，也有业者形容说，其实当天就已经觉得说房市已经提早入冬了。原本是说预计今年的买卖移转栋数应该可以到达36万栋，因为去年是31万栋。这波之下，大家就开始怀疑说，可能32万栋也都不到。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是现在非常的保守，也会觉得说，央行现在同时使出这种断金流跟锁喉这2大绝招，它将会让房地产在第4季进入这个严苛的考验。现在的这个海啸第一排应该就是成屋市场，因为成屋市场我现在买了，我就必须要马上贷款，然后付这个签约金，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没办法贷款这件事。还有预售屋的市场的交易可能会被打乱，因为说整个预售屋虽然是说几年之后才交屋，但是大家也会开始审慎思考说，我到底在交屋之后，我真的有这个资金，或是真的可以贷款贷得下来，也会让大家缩手。所以现在市场上其实8月的限贷令之后，其实来客数就已经减少了3-4成以上。那现在预估这一波这么明确的第7波打炒房的政策之下，变得说会进场看房子的人，就是我真正有刚性需求，我可能是新青安，我不会受到影响的人才会进去市场买房。但我觉得不是只有对一般消费者有冲击，我觉得对建商可能也有冲击。最近我就有听到银行业者在讲说，政府在清查每个银行对建商的放款是否有过度集中或金额过高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金额大嘛，他们可能会吃掉蛮多的占比，就会压缩到可能别的建商，或者是甚至压缩到一般民众的贷款。那他们比较希望雨露均沾啦，建商的营运状况在这个时候应该也要被检视一下。所以这次呢，这个我们就是有为这个读者盘点出呢建商的这个负债比跟滞销率来检视建商的这个风险程度。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最近这半年来，大家买房这种疯魔的程度也带动这个营建股的上涨。过去你没有想过说营建股会像台积电的相关类股一样每天飙涨，但是就在上半年就这样发生了，真的。对，那所以现在碰到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对，那就变成说对于建商的考验其实也变大了。那我们这次有统整出建商负债金额前10大的，就是第一是新复发建设啦，它其实就是负债了1773亿元。第二名就是亚新建设，它是负债了这个526亿元。这个我们财讯最新揭露出来这个数字，大家如果去买杂志啊，可以看到说，哇，这个建商的这个负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哇，真的会有点担心。不过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专家也会认为说，在这一波这个房市调整的过程中，中小型建商会比较辛苦，大型建商相对因为它资源多，可是它可能负债比相对比较高一点点，就看它怎么操作。专家有提到说，因为建商本来就是一个跟台湾其他产业不太一样的产业啊，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必须要先买土地嘛，因为买土地现在也都很贵，对，它就是需要很多的资金，所以它的负债比7到8成其实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还有就是这个数据，我们还有统计出了滞销率啊。滞销率该怎么解读它的意义呢？滞销率的概念就是，其实就是讲说，它现在的土地跟建物的这些总个叫做存货，然后跟已经盖完，然后完工，然后却没有卖掉的房子，就等于说它现在房子还有多少户没卖掉，然后算出它的滞销率。我们大概统计出，就是如果是滞销率超过20%以上的这个营建上市柜公司，风险稍微高一点，尤其在现在面临这个资金紧缩的这个情况下，目前滞销率超过20%的上市柜建商就有18家。对，建议读者也可以从这个负债比跟滞销率上面的数字来看说，我现在投资的这个营建股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对，或者是观察一下他们的体质的改变跟调整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建商，我觉得台湾企业的韧性都蛮强，更何况他们其实之前都算是获利很不错啦，所以我倒是比较不觉得说他们会立即出现什么样的风险。但是这个趋势如果长期进入调整的话，我觉得建商的经营体质跟经营方向也会跟着调整。这个部分我就是我们必须要密切观察的。那讲回来就是说，最后大家还是想知道说，在这个政策调整下，应该还是有一些受惠的族群嘛，他或许可以趁着这一波，如果我们认为房价会到了一个修正的点，他可以趁机进场。所以你会给现在适合进场的是哪些族群？那他们要怎么操作比较好啊？目前在问了很多专家跟一些第一线销售代销建商，大家都觉得说第4季的房价应该会出现一些修正。目前就是说像是青安族啊，新青安的青安族嘛，跟我手上现金很多的人，跟
我去买商用不动产相关的自产族3大族群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家有一句话叫做政府现在的政策是打住不打商啦，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住宅炒房看得比较严重，然后对于这个投资商用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钱投资厂办啊，或是引导一些这个企业回流相关的这个配套。所以呢，专家都认为说，其实现在买房的机会都已经逐步的浮现出来。那市场上现在就我知道的第一线的这个消息，真的也有一些预售屋跟成屋已经降价出来，买这个不到1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出现降价。过去可能要排队买房的案子，或是根本这个案子市场上买不到的，那居然现在都已经有丢出来。那我觉得预期心理很可怕，就像之前大家预期会涨，所以要去抢一样。今天如果是预期会跌，大家就观望啊，会观望，然后也有反应很快的人就直接就把房子丢出来，就像我讲的，已经有在降价求售的，真的确实现在已经有这个社区。那现在大家也买房子，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有需求进场去买的，或许会想说我们要在实价登录上面，实价登录的价格是地板价，我一定要再加个1成或再加多少我才可能买到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实价登录已经变成天花板价了，所以从实价登录往下砍，对，就往下开始砍这样。大家如果有一些真的有刚性需求，然后你也盘点好你的银弹够多的话，可以继续的留意说有哪些好的案件跟物件释出啦。那也记得就是在签约书上面也要留一些，譬如说缴款的弹性空间，以免贷款不足的时候然后延后或什么样的才比较有，不会让自己就是陷入到这个很紧张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现在是已经到了大胆砍价去看房买房的时候，看起来是如果你有刚性需求，但前提当然是刚性需求啦。那但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手上现金很多，你还是要买房子，好像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你不会牵涉到贷款成数的受到这个限制，应该也是 OK 的，对不对？对。所以不过我觉得，因为台湾的经济状况其实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啦，所以资金还是蛮多，所以你说房价要大幅修正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好像也有点困难，但波动在所难免，尤其是过去那些乱涨的区域大家可能觉得蛋白区涨太多的蛋壳区，蛋壳区已经只比那个蛋黄区的这种价格，对，类似像这样子的地方，我觉得修正幅度就会相对比较大，观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希望政府可以把资金有效率的引导到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全部都放在房地产这个部分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长远的，而且对台湾是好的。但对于想买房子的人来说，现在可能就是好时机咯，可以慢慢开始这个准备，多看哈。当然你钱要准备够了，没有足够的钱怎么买房子呢？对不对？量力而为。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07集全球半导体设备最大赢家应材稳居龙头的关键里面的留言。粉丝 Ryan Paul他说，除了应用材料，美国还有科林研发、科磊、威科等半导体设备厂在世界排名前3名。艾斯摩尔自己也需要美国技术才生产设备，所以当美国禁令禁止出口中国，艾斯摩尔不得不遵守美国的禁令。艾斯摩尔的 EUV 跟 DUV 都是美国像素实验室转移科技给艾斯摩尔的。对，没错，而且艾斯摩尔的核心科技还是在美国啦，所以这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角力赛，一路延伸从政治到科技战里面去。没错，这位Ryan 非常的专业。军料他这个粉丝说到，美国半导体设备公司呢，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很容易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波折。没错，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大家重新思考公司的策略要怎么走。对，这个就是个大家每个企业都伤脑筋的问题啦。没错哈。好，财团的粉丝叫艾斯，他说宣彤说话真的超级好听的，主持流程顺畅跟专业度展现超棒的。宏达哥 Pro 级的学识跟半导体的制程知识也真的令人受益良多，超级感谢财讯团队的分享。对，谢谢艾斯给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财讯团队非常努力，也希望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回馈。好，今天非常感谢小燕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21期杂志，里面有更详尽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